这个身份你还看不出来？你不是高手吗？这男的什么来路啊？现在还不知道，隔太远没听清。好像说是大学师兄什么的。大学里是最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师兄和师妹，你懂的。哈，你每天就不干正事儿啊，在外面八卦。好了，我不八卦了，我还有个小情况要汇报，想不想听啊？有屁快放。我们亲爱的江总刚刚很神秘地跟我说，千万不要暴露他总裁的身份。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他就是不想让这男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忙完赶紧回来。李志老师，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你找我帮忙的频率太高了，做你老师真累。一个小忙而已，对你来说举手之劳。就一个苹果，吃苹果使人快乐。什么事儿？能不能帮我弄一个论坛听讲的名额啊？你不是已经有邀请函了吗？你就再要一个呗。给我一个朋友，他想去学习学习。什么朋友？普通朋友啊。男朋友吧？不是你帮忙还要查户口啊？是我大学的一个师兄，他刚从深圳来上海，而且跟我们这个行业挺近的，所以他对这个论坛比较感兴趣。大学师兄？师兄师妹的很容易在大学里产生爱情。不是有完没完啊？实话说吧，他是飞扬集团新来的市场部高级经理，谭新凯。而且我们小力士的项目正有求于他，那弄一张邀请函给他，我觉得很正常吧？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道理。谢谢老师。这个忙我是不会帮的，不用谢。我什么意思啊？小力士奶粉项目的负责人是舒琴，如何跟客户打交道是他的事情，所以你的这件事情应该先征求舒琴的意见。有这个必要吗？我是总裁，我不认为什么事都要征求副总裁的意见。那我就先教教你，什么是做总裁的分寸感。停！拜托，我就是想私下里帮朋友一个忙，还不行吗？跟我是不是总裁没关系，跟谭新凯是不是飞扬集团的人也没关系，跟舒琴就更没关系了。没关系吗？当然了。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你和世界上的每个人之间的间隔不超过5个人。6度分离理论。你、我、舒琴、你的师兄和飞扬集团的所有人，我们之间每个人的间隔不超过2个人。你跟我说没关系，所以你就要在这种关系里生活吗？所以你做什么事都要这么谨慎吗？连朋友之间互相帮助都要左右平衡关系吗？你累不累啊？因为我是个成年人。你就说吧。这个忙你帮还是不帮？这就是你请人帮忙的态度，我怎么听着像在威胁我？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干，不就是让你要个邀请函吗？你至于这样吗？不帮忙算了，上纲上线的还给我上课。请你注意和老师说话的态度。就这样。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了。那个，你说你可以帮我弄到 MTPR 的论坛通行证，是不是有些困难啊？没戏了呗。我确实还没帮你弄到呢。是这样啊，我吧实在不想失去这次学习的好机会。你看我这种小人物，想开阔眼界，确实没有别的渠道。要是实在有困难的话，那就算了吧，谢谢啊。不麻烦，你说什么呢？你放心吧，我
那行，那咱们明天见。明天见，师兄，你早点睡觉啊，拜拜。方案写完了吗？啊，那个可口可乐的已经写完了，百事可乐的还没写完呢。能不能专心一点？还玩手机？刚才在跟谁发微信啊？没有啊，我就看看。大学师兄吧。你知道我上一节课要多少钱吗？我就是看在你是我老板的份上，我没收你的钱，能不能珍惜一点？我很珍惜了，是你的题太难啊。那两家公司本来就是互相竞争的关系啊，你一会儿让我写 A 公司的方案，一会儿又让我写 B 公司的方案，我一会儿当正方，一会儿当反方，我写着我就写到一起去了，我乱七八糟，脑子一片浆糊，我都快分裂了。做公关和当律师是一样的，今天为张三辩护，明天为李四服务，本来就要做好精神分裂的准备。今天下课之前 ，B 方案要是写不出来，下次就别来上课了。你说什么？好的。今天呢是一个好机会，来的都是圈内的人，所以呢，一会儿希望你把你的经验给大家讲一讲。张队长，我跟你先说一声啊，我昨天给你那个方案，我可能全部推翻了，所以一会儿我讲的时候你别吃惊啊。咱们今天来了一共多少人？大概有90几人。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咱们快进去吧。谢谢啊。没关系。好的。好了，你看。真够执着的。执着什么意思啊？执着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死心眼儿。对了，师哥，因为我们是对号入座的，所以可能只能坐在最后一排了，真的抱歉啊。这有什么抱歉的？这已经很好了。那你先进去，我等一下我的同事，一会儿去找你。行，那你忙你的，我进去了。往哪儿看呢？哦，我这不在等你们吗？本事挺大呀，到底还是把人给带进来了。啊，我就是觉得吧，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份对求知的渴望。你带进来1、2个人不是大事儿，但是你不许侮辱我的智商。我之前跟你请求过了，是你不答应啊！我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你很固执，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我就没觉得自个儿错啊，大家是来听你演讲的，还不是来给你捧场。你喜欢谭鑫凯吧？说什么呢？我们才见了2面，不能彼此坦白的恋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乱七八糟，听不懂。魏哲先生，关于这次论坛，我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跟您确认一下。好的，这边请。杨总啊，别太当真，我老大就是这样的人，他一个不婚主义者，懂什么恋爱？不婚主义者？是啊，你的意思他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应该是吧。你说他是那种认真的不婚主义者，还是打着我是不婚主义者，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这种为了自己不负责任而找借口的不婚主义者啊？你说的我没听懂，绕口令啊？你说说。我先进去了哈。好的，我知道了。
就算要管学生，你这管的也太多了吧？再说，恋爱也不是你的专长啊。去查一下那个谭鑫凯。你不是开玩笑吧？工作上的事儿，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查仔细点。今天凌晨，一人三餐的外卖员叶永福在祁连山路和梅村路的路口被一辆豪华跑车撞倒。令人吃惊的是，肇事者既没有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叫救护车，而是在受害者的身上留下了1万元的现金，然后驾车离开。目前，警方也正在寻找肇事者。下面有请魏哲先生登台演讲。这是今天凌晨发生的一起车祸，涉及交通肇事逃逸。从新闻报道上看，警方正在处理此事，我们不发表意见。那么，为什么它会这么迅速地成为了一个社会传播热点？因为这个事件里有3个关键词，这3个关键词如果少一个，它就只能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件；如果3个关键词都出现了，那它就变成一起公关事件。那么这3个关键词究竟是什么呢？1. 豪车；2. 外卖员；3. 1万块钱。先看豪车，保守的估计，这辆车的价格最少在150万以上。能开得起这辆车的人，一定是非富即贵。我们再来看那个外卖员叶永福，50多岁，骑了一辆破破烂烂的助动车，一定不会超过2000块钱。所以我估计他的月收入只会在5000到1万之间。一个开着豪车的富人撞了一个开着2000块钱助力车的外卖员，没有报警，也没有叫救护车，就这么跑了。最重要的是，他还不是直接跑了，他在旁边留了1万块钱。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以上的这段话里提到了很多次数字？150万、2000、5000到1万、1万。这所有的数字其实都指向一个字：钱。咱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对钱是非常敏感的。为什么敏感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数目都不一样，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看到这段视频的人，他其实看到的不是一起交通事故，也不是一个豪华的跑车和一个破烂的助动车相撞，他们看到的是一大堆钱和一小摞钱的相撞。你一个开150万的车，竟然撞一个2000块钱的助动车，你撞了就撞了，你跑了就跑了，为什么要留下1万块钱呢？这算什么？撒钱吗？哦，所有的事都能拿钱摆平吗？谁给你的自信？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现象。一个让多数人都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就是贫富差距。因为贫富差距，这起交通肇事逃逸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案件了，它已经变成一个公众的热点。那个开豪车的司机，如果他想解决这件事情，他也不是一个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么简单了，他要面对巨大的舆论，面对一波又一波社会各界对他的批评，他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对他非常愤怒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典型的公关危机。我喜欢把公关人比作蜜蜂，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几公里之外的某棵树开了花，他们就能闻到。他们还有复眼，复眼能够让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去看那朵花、那棵树，甚至那一整片森林。我们永远要比普通人看到的全面，看到的深刻。我们要把所有的情况都看清楚了，才来决定我们该如何入手。
我们如何把看到那朵花上的花粉变为我们想要的花蜜？这就是公关人，这就是公关。记住，遏制住一切有可能星火燎原的势头，永远要未雨绸缪。这就是公关人的敏感度和社会责任感。这位是？哦，我师哥。谭新凯，你好，于先生。你好，你好。您的演讲非常精彩，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过奖了。江达林是我们DR的总裁，如果你对公关感兴趣，可以向江总请教。是吧，江总？江总，秘书长等着咱们合影呢，麻烦快一点。谢辉。哎，稍等一下，等一下，江总。你是DR的总裁？刚上任。魏哲，你故意的是不是啊？你非得在谭新凯面前揭露我的身份，说我是DR的总裁，你是不是故意就想让我在我朋友面前出手啊？我是在帮你。帮我？你当我傻呀？你当谭新凯是傻的吗？你那个师兄早都已经知道你是DR的总裁，只是故意不说破。你稍微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他对你感兴趣，随便在网上一查你是谁，一目了然。好，就算是要跟他说清楚，那也是我自己亲自去说。所有人都知道了，你都不会说的。还有，我已经跟舒晴说过了，以后你不要再跟他去飞扬集团讲标了。如果你非想去，就大大方方以DR总裁的身份去，不要鬼鬼祟祟装什么小助理。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凭什么决定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飞扬集团？就算是谭新凯已经知道了，就算是我真的是欺骗他，但那也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你的面子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了。是你说我要从头学起的，我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插手，但这不是工作，这是我的私生活，两者性质不一样，好吗？私生活比工作还重要，那你别开公司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现在是 DL 集团的总裁，你个人的一举一动会牵扯到整个公司。你现在给你的师兄隐瞒你的真实身份，如果将来整个飞扬集团的人都知道你在以一个小助理的身份接触他们公司的市场部经理，他们会怎么看你？怎么看 DL？ 你嚷什么嚷啊？用得着扣这么大帽子给我吗？不要老教训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尊重我。我就这样，你是个成年人，自己好好想想。报去。我约了你好几次，你都说你没空，晚上没有时间啊，请你吃个饭。哦，那个回微信。不好意思啊，今天晚上我得加班。好，我知道了。你师兄的电话吧？晚上有约会啊？我妈，天慧阿姨给我妈打电话了，说这个案子办成了，给我们的公关费翻倍。有个师兄师姐真好，晚上还有宵夜吃。我也要找个好师姐。不是个师兄就给送宵夜的。什么意思啊？你看不出来吗？我老大。大林，我这儿来看看你。你这么忙，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啊。行，那我送送你。飞哲老师好。你好。走吧。特别感谢今天还买了这么多东西过来。谢什么呀？这不应该的吗？
再见。拜拜。张总，啊？你那个师兄来这儿干什么呀？他说他来看看我，给大家送点夜宵什么的。啊，对了，那个蛋糕看起来还蛮好吃的，你吃一块啊？哎，坐这儿，咱们聊两句。我还有事儿呢。坐这儿。什么事儿？你对你那个师兄到底了解多少？哦，怎么了？谭新凯，今年28岁，父亲是名矿工，母亲无业，有时候会到菜市场打零工。他考上大学以后，一共谈过2次恋爱。你在调查他？是的，我在调查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的私生活。彭坤案发生以后，为什么会有人来公司泼油漆呢？为什么会在发布会上有这么多的记者当众在质疑你？难道这不应该是你父亲的事情吗？为什么也会侵害到你的私生活呢？你在发布会上说你爸爸是无辜的，那请问陷害你父亲的杜少坤，是不是你父亲的朋友？是不是因为你父亲的交友不慎，影响到了他的家庭和他的公司呢？请你记住，你是个总裁，你的私生活很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我调查他，是为了保护你。谢谢你，魏哲老师。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现在都做了什么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你别再调查他了。魏哲调查他干什么呀？魏哲对你有想法？什么？这可有意思了！你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成三角关系了？什么三角关系啊！不要胡说八道！你这人怎么这么八卦的啦？赶紧吃饭。喂，师兄，你到家啦？我到了。那个蛋糕好吃吗？啊，这个蛋糕啊，一共4种口味。我呢特意选了个樱桃味的，据说是最受欢迎的，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我挺喜欢的，谢谢哈。不客气。哦，对了，这周5有一个校友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校友会啊，我去合适吗？瞧你说的，怎么能不合适呢？像你这种成功人士，那一定是校友会上的闪耀明星。你这么着，你要不介意的话，师兄我给你当保镖，怎么样？一定要去，你可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啊！我去不去啊？去，当然去了。当明星干嘛不去？谁关心？那好吧，那我就去。那行，这周5不见不散，怎么样？周5见。周5你陪我一起去。你想什么呢？不，校友会肯定有很多我们的同学都去啊。我才不去当电灯泡。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太忙了，所以忘了。没事儿，你是第2楼总裁，你肯定有好多事儿需要办呢。其实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的。没有，我挺愿意的。你知道吗？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学校的聚会，都没有人叫我。我们说的校友聚会呢，就是在上海漂的一些同学，简单的聚一聚。那你是第2楼总裁，是应该劳烦你。我也就随便问问，哎，没想到你还真答应了。
骂人。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师妹了？当然了，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师妹。哎，大林，我想问一下，像你这么单纯的女孩，有没有人骗过你？当然有啊，你知道吗？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我的房东骗了我大半年的水电费呢。那如果你知道有人骗你了，你会生气吗？必须不能原谅。每次被骗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个傻子一样。不过呢，如果是善意的谎言，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房东拿着骗我的钱去做慈善了，我心里说不动。善意的谎言，就放心了。啊？放心什么？哦，没什么，随便说说。同学们呢？对不起啊，我编了一个拙劣的谎言，把你骗到这儿来了。所以你会在车里问我那些是吧？是，我怕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所以我特意置办了这样的场合。这里只有咱们2个人。啊，这个是我送你的999朵玫瑰，代表着我对你的心意。那我有点害怕。其实我一直在犹豫，我要不要这么做。但是既然老天让咱们重逢了，我觉得是他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必须要试试。我知道咱们地位悬殊很大，但是我无所畏惧，我很努力。我从一个小地方一个人打拼到大城市，这就足可以证明我不怕辛苦，我有能力改变我自己的人生，我也可以让我爱的人幸福一辈子。所以，我今天把你骗到这儿来，我也想听听你的心里话。即便是失败了，我也不觉得丢人。江大林，你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不知道。没事儿没事儿，你好好想，你慢慢想，反正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不怕继续再等下去。期待是美好的，让我们一起去寻求答案。我刚刚弄丢了明通的客户，而且我们公司早在半年前就想启动 IPO， 自从我来了以后，一点进展都没有。你知道吗？我每天看到 Stella 那帮合伙人，我都觉得抬不起头来。我真的想帮你，大林。我刚接手小丽氏奶粉不久。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这个项目，你需要我帮忙，你一定要告诉我，千万别客气，我绝对全力以赴。有你这句话，我其实特别高兴。但是，我们俩的关系是一回事儿，小丽氏奶粉跟公司的生意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为了我做一些违规的事情，这样你在飞扬集团还怎么混呢？飞扬集团不混了，那就不混了呗。只要有你就行了。玩笑归玩笑，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小丽氏奶粉的事情，你还是避嫌比较好。我真的不想你为难。明白。严总，你怎么在这儿？有事儿啊？哎，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进去说吧。哎，怎么了？看来事儿还不小。是这样，严总，我来飞扬这么长时间，您一直挺器重我的，我特别的感谢。但是，可能我要让您失望了。这话什么意思啊？从今天起，我正式退出小丽氏奶粉这个项目，您看行吗？为什么呀？你才来飞扬没多久，现在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啊！严总，我知道您一直在提拔我，我真的特别的感谢。可是，你是不是收了什么不该收的东西啊？如果真是那样，没关系，只要你把事情说清楚，再把东西给人退回去，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严总，您误会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那是这么回事儿，我呢，跟 DR 传播的江达林是大学的师兄妹，我们两个关系特别的好。现在同学到处都是，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呀。不是，严总。哎呀，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呢，现在正在追求她。哦，这样啊。看你的样子，那是10拿9稳了。啊不，当然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看来要不了多久，我就得恭喜你们了。你这个人啊，有脑子，有干劲儿。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啊。其实啊，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我也没想到会遇见他。但是我真的仔细想过，鉴于我和他在小丽氏奶粉中的利益关系，我退出来比较合适。
我果然没看错人。你能这么直接的把这件事跟公司讲，就说明你非常坦诚。年轻人嘛，事业固然重要，但是爱情也很重要啊。再说了，你们俩不是还没在一起吗？严总，那您的意思是？制度归制度，小丽式奶粉的项目你一直做得不错，一时间找别人接手也太麻烦。再说了，我相信你的人品和职业道德，你绝对不会假公济私的，对吧？这个您放心，严总，我跟江大林有过约定，一定是公私分明的。那就没问题了呀。啊，当然了，你以后还要注意一些。和他在一起说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别说，毕竟我们是甲方。这个我明白，严总，您放心吧。那严总，我先出去了。谢谢啊。师兄，啊，你怎么来了？我没什么事儿啊，想你了，来看看你。送你的花。好端端的送什么花啊？啊，你怎么不上去啊？哦，我就不上去了，免得给你添麻烦。不会的。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已经跟我们市场部严总说了，我正式提出不再负责小丽式奶粉这个案子。啊？你别担心啊，他没有同意我这个请求。他说了，谈恋爱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万一咱们俩真到了谈婚论嫁那一步，再考虑这个事儿也不迟。真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的原因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那以后你在飞扬集团会不会很尴尬呀？哪有什么可尴尬的？不说这个了，我晚上想请你看个电影，行吗？看完电影我请你吃夜宵。我来买单。没事了，快上去忙吧啊！谢谢你的花。不客气。阿姨，你认识我？听琳琳经常说起您，看过2次照片，本来想早就去看望您的，可是一直没时间，实在抱歉，阿姨。不必客套了。你看您说的，您是长辈，尊敬您是应该的呀。不是每一个长辈都心怀善意的。您是想阻止我跟琳琳啊？不用阻止，你们根本就走不到一块儿，我又何必跳出来当这个恶人呢？您怎么知道我跟琳琳不可能走到一起去？因为你们是不同的人。我知道，你为了能在这个大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把家人接来，过上安稳的生活，已经拼尽了全力。难道这有什么错吗，阿姨？没有错，我相信你一定是你父母的骄傲。但是你知道琳琳是什么样的孩子吗？我知道，她很善良，很单纯。您放心，阿姨，我会好好保护她的。她的善良和单纯，是我和她爸爸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培养而成的。从她3岁起，我们就带她出国旅行，学钢琴、画画、舞蹈。还有，我们也非常有意识地培养他的独立性格。他到国外去上学，都是自己找学校、租房子。另外，他还参加了很多公益的事情。你知道他3年级的时候，人生的理想是什么吗？什么呀？消灭癌症。而你们现在互生好感，那是因为你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了对方。但是时间长了，琳琳就会发现，你们原本就不是一样的人。你太接地气，太实际了，而他的思维方式根本是另一个层面的。您还说您不是来阻止我们的？我不是来阻止你的，我也不会在琳琳面前说你任何的不好，因为那样会适得其反。但是我也不会鼓励你们，没关系，
反正他还年轻，有的是时间，他可以慢慢的去接触更多的人，懂得更多的道理。毕竟，人生还是需要自己去了解的。很多长辈都会认为他们能掌控一切，其实他们根本什么都掌控不了。阿姨，如果琳琳知道您今天来找我，说了这样的话，她会怎么想？你会那么做吗？没关系啊，最多就是我们母女大吵一架，又能怎么样呢？她总不会为了你就离我而去吧？行了，你仔细考虑一下我说的话，是不是要继续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自己定吧。晚上公司突然通知要加班，不能陪你看电影了，非常抱歉。江总，一路辛苦。不辛苦。对了，小玩意儿送给你的啊，谢谢。小力士奶粉的项目出了问题，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下。是比稿输了吗？比那个还可怕，我们的标书很可能被剽窃了。剽窃？是这样的，前2轮的比稿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在第3轮比稿的时候，我的 proposal 刚做到了一半就被艾文当场打断了。说我们的创意和明世的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啊？你是知道的，实景模式这个创意，我们公司之前没有用过，国内就没有几家公司用过，而明世之前的创意也不是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那 Stella 知道这件事情吗？几个合伙人都已经知道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小力士奶粉的项目可能要流产。魏总好，各位早。听说你在悉尼被人打劫了，伤得严重吗？没看着吗？完好无损。外表完好无损不代表心里没事。你说万一有个创伤后遗症，你就不盼着我好是吗？我这是关心你，真的。你要是有哪里不舒服，千万别憋着。我很好。我看你这面若桃花的样子，在悉尼是不是有艳遇啊？孤男寡女流落异国他乡，是不是患难见真情了？你有事没事儿？没事该干嘛干嘛去。有批放。你在悉尼这段时间，小力士奶粉那个项目出事了。出什么事儿？咱们公司的标书好像被剽窃了。说标书的事儿。你先看看这几张照片。什么情况？我觉得标书被剽窃跟江总的男朋友谭新凯有关系。谭新凯旁边那个女的是明世的客户总监萧雅，就是她接替了沈英杰，继续负责小力士奶粉的比稿。这几张照片是我在比稿结束的当天下午拍到的。你想啊，这边比稿刚结束，我们 DL 栽了大跟头，那边他们俩就偷偷摸摸的见面。很明显，那个萧雅就是因为比稿的事情去感谢谭新凯。他们俩肯定之前就已经接触上了。至于有没有送过别的东西，我暂时还不清楚。老大，你猜这张银行卡里得有多少钱啊？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不要再查谭新凯了。你为什么还要跟踪他？我可没跟踪他。
那天我去吃日料，正好他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上，算他倒霉。现在要说彪叔被剽窃跟他没有关系，打死我都不信。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谭鑫凯得查，而且要查得清清楚楚，水落石出。来吃。你说你这也不吃也不喝的，一进门就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啊？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说好了哈，不能生气。怎么有种来者不善的感觉呢？我们公司的标书被人剽窃了，这事你知道吧？我知道。比稿那天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但说实话，我不相信你们公司会抄袭明世。但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我也弄不清楚。你跟明世的萧雅熟吗？熟啊。多熟？就像跟你们公司抒情一样熟啊。比稿那天，有人看见，你们俩见面了。见了。他给你什么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边还有一张银行卡。据说那张银行卡里边有30万。但你放心，我没拿。这30万呢，对我诱惑的确挺大的，但是绝不足以让我搭上我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这个人呢，有野心，也想挣更多的钱。其实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就一直努力做到自己能配得上你。所以什么钱该拿，什么钱不该拿，我心里特别有分寸，我有底线。真的不好意思啊，其实我是相信你的，只是这突然听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忍不住想要问一下。没关系的，这个事情你该问。从我喜欢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去承受各种各样的攻击和误解。刚才你问的我那些问题，是不是魏哲告诉你的？是他的助理说的。也就是说，他现在还在调查我。我不是怕他调查，我特别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针对我。是因为你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当然不是了，他是我的合伙人，是我的老师，不是你说的那样，真的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他对你所有的态度，都已经超出了正常老师关心学生的范围，甚至我觉得这次他让你跟他一起出国，就想把咱们两个故意的分开。不可能的，只是公事公办而已。而且我们要去的地方刚好是我留过学的城市，只有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公事公办，他要能公事公办，就不会找你妈去告我的状。找我妈告你的状？啊，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推测，如果没有人事先找你妈去先入为主的否定我，那你妈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呢？不是，先等一下，我没听明白。我妈来找过你啊？你不知道吗？不是，我妈什么时候找的你啊？她说什么了呀？在你出国之前呢，你妈有一天来找我，态度很明确的告诉我，你们根本就走不到一块儿。虽然你们现在互生好感，那是因为你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了对方。但是时间长了，琳琳就会发现，
你们原本就不是一样的人，你太接地气，太实际了，而他的思维方式根本是另一个层面的。不是他凭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呀？其实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那天你去机场，我没去送你，其实我没事儿，我给你撒了个谎。但是我一想到你妈说的那些话，我心里真的特别堵得慌。无论我妈跟你说过什么，我替她给你道个歉，真的对不起。但你要知道，在爱情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是一个成年人，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有能力为自己的事情负责。看来我没看错人。大林，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要离开我，我希望这句话你要亲自告诉我，那样的话我才不会后悔。我会把它当成一场梦，一场一辈子都值得回忆的美梦。魏哲老师，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怎么了？路易斯跟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在调查谭新凯，你不仅派人跟踪他，你还偷拍他。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不要再查他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呀？那你为什么要偷听我和路易斯的谈话呢？我没有偷听，我进来找你的时候，恰好看到你们在这搞小动作。那巧了，路易斯也是恰巧看见谭新凯在和萧雅见面。见了又怎么样？见了就可以随便诬陷他吗？我刚才找了谭新凯，问了他，他确实跟萧雅见过面。萧雅为了贿赂他，给了他30万，可是他没有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说你就信啊？江达林，麻烦你把脑子放清醒一点。我清醒得很，我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针对谭新凯。你喜欢我呀，还是嫉妒他？在国外的时候，你救过我一命，我真的很感激。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好老师、好伙伴，我真的很幸运。但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认识你了。我是小学生吗？你是我的班主任吗？我在早恋吗？你不要觉得我叫你一声老师，你就可以随意干涉我的私生活，跑到我妈那儿打我的小报告。我和你妈见过面，也是谭新凯跟你说的吧？当然了，不然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你跟我妈说了什么，但是我妈的话严重的伤害到了谭新凯。可以，你们可以不喜欢他，也可以不喜欢我们2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没有权利去侮辱一个人。他做错了什么？不就是喜欢我吗？你们连起码的尊重都给不了他吗？退一万步想，就算有一天我跟他分手了，那也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你和我妈无权干涉。现在你们的做法让我感到很丢脸，你们的行为让我觉得很羞耻。你发泄完了吧？可以听我解释了吗？首先，我绝对不是嫉妒，我对你没有兴趣，你别太高看自己，自以为是也得有个限度。其次，我针对的一直不是谭新凯，我针对的一直是你。自从你和谭新凯开始接触，我就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们的关系很特殊，一个是甲方的客户经理，一个是乙方的总裁，这种关系最容易说不清楚。所以我一直让你小心、小心再小心，而你呢，不但不听，你还把他带到了公司来。你不怕你们的关系传出去会影响未来 DL 和飞扬集团的合作吗？还有，你为了跟他约会，连合伙人的会议都不参加了，正事儿都不干了。我作为你的老师，既然我的学生已经不接受我的管束，那我只能找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就是你的妈妈。说来说去，全都是我的错是吧？当然是你的错，因为你永远只记得你是江达林，你永远不记得你是 DL 的总裁。
你江大林跟谁接触我不管，跟我也没有关系。但是 DL 的总裁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必须得知道谭鑫凯是不是我们的敌人，不然我就是对你不负责任，我就是对 DL 的利益不负责任。利益？还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为了钱？对不起啊，我一直都搞错了，真的不好意思。江大林，我告诉你，我要是为了钱，我就不会来这儿。外面大把公司拿着股份在找我，要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是江远鹏，是我的启蒙老师，曾经帮过我，你以为我会来这儿帮你吗？你以为我会收一个永远跟我对着干的学生吗？自从彭坤案发生以后，我眼睁睁看着 DL 错失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公关的好机会，现在越来越混乱。而你这个半吊子总裁只会一错再错。哦，你以为我们办成了几个案子 ，DL 就度过危机了？我告诉你，早着呢。别忘了，你的父亲至今还下落不明，到底是咎由自取还是遭人陷害还不清楚。你倒是心挺大呀，还有闲工夫在这谈恋爱。你不操心，我帮你把关啊。所以因为这个，我的做法很可能会伤害到谭鑫凯，伤害到你们的感情，但是我不会道歉。很简单，别看 DL 现在风平浪静的，其实一直危机四伏，谁在帮你，谁在害你，我不知道。所以我宁可错杀100，也不会放过一个。为了 DL 的利益，为了你的父亲，我在所不惜。我谢谢你的在所不惜。我第一次听到狡辩还这么理直气壮的。魏哲老师，我求你不要再给我上课了，好不好？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心里很清楚。老大，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卷铺盖走人了？滚！你几个意思呀？从我一进门开始就一句话都不说，气鼓鼓的。我不就是让你从国外带了几瓶化妆品回来吗？舍不得啦。跟化妆品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那么请问是谁把我们江大总裁气成这个样子啦？还能有谁？魏哲。现在连老师都不叫。哎，你别吃了，知道的你是在吃红薯干，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吃魏哲的干。他们没有心肝，他真的太过分了。之前他就派人调查谭鑫凯，他现在居然跑到我妈那里告状，让我妈阻止我跟谭鑫凯在一起。哎，你说他多大人了？他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管这么多干嘛呀？真是可笑。这好像是不太像他的风格啊。最可气的是，我妈居然听了他的话，跑去找谭鑫凯说了一大堆有的没的，弄得谭鑫凯现在下不来台不说，连我都不太想讲啊！你们俩不会就这么完了吧？暂时还没有。反正幸亏是我及时去跟谭鑫凯说清楚了，魏哲这搞法，早晚得给我们搞黄了。他图什么呀？拆散了你跟谭鑫凯，他能得到什么好处？无咖啡不生活。我早就说过他暗恋你吧。暗恋个头啊！暗恋，他就是觉得我和谭鑫凯在一起妨碍他赚钱了。他说什么？江达林的私生活我不管 ，DL 总裁必须管。他说的是什么话呀？什么叫必须管？他给我讲这么多大道理，谁爱听啊？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故意跟谭鑫凯过不去啊？他们俩上辈子是不是有仇啊？
如果真的有上辈子，他们俩一定是对情侣啊，所以这辈子才会变成仇人嘛。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知道，一边是男朋友，一边是合伙人，你这也算是新型的双面胶关系了吧？比普通的婆婆妈妈家庭关系更难处理啊。不过我提醒你一句，现在整个 DL 只有魏哲是你的人，你就这一个帮手了。吵归吵，千万不要把人家气跑了，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好烦啊！这几天我一直试图和飞扬继续沟通，但是严小慧拒绝听我解释。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我的失职，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愿意承担责任。这个时候追究责任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补救，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现在飞扬居然认定是我们剽窃明氏的方案，这到哪说理去？明明是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这件事儿不是飞扬干的，就是明氏干的。也许是他们两家联手干的。我再说一次，现在追究这件事情的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小丽氏奶粉这个项目抢回来。现在正面强攻已经行不通了，各位换一个思路吧。其实小丽氏奶粉最重要的是人。是严小慧，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敢断定这个事情跟她肯定有关系。如果我们不把她拿下，我们的对手也会把她给拿下的。是人就有弱点，所以舒静，咱们还有机会。你说吧。我去查了严小慧。他这个人生活作息很有规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所以想要讨好他，其实挺难的。那就是说，没招了呗？那不一定。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办法就在灯火阑珊处。他有个女儿。什么意思啊？严小慧30多岁才有了这个女儿，一直都当宝贝疼着。她女儿今年6岁了，下半年开学就要上小学了。但严小慧家所在区域的小学都很一般，所以她一直在想办法给女儿申请几个比较好的私立小学的名额。但她看上的学校竞争都非常的激烈，有几个连名都没有报上，最后只拿到了良德小学的面试资格。但很可惜，在面试的过程中，她女儿就被刷了下来。哎，你先等一下。不是你说了这么多，还这么快，我都有点听糊涂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是 Stella 派给你的任务吗？我能干嘛？你听我把话说完。他女儿是因为英语不行，才没有通过面试的，所以严小慧现在把他女儿送到了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巧了，你的好朋友邦尼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那当然，我出马还有问不到的嘛。严小慧的女儿在我们这里上的是英语强化班，那都是为了考重点小学突击的。她女儿的基础呢，其实比其他小朋友还好一点，但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又不爱说话，所以口语就不好，面试的时候就没有通过。哟，邦尼老师，想好了？
是来交道歉信的。什么道歉信啊？我又没有犯错。你不交道歉信，你来干什么？你忘了，你已经被停课了。被停课就不能来了吗？我就是来随便逛逛的呀，不行啊！你懒得理你，哼！懒得理你？谁呀？我们校长。你们校长就这么说话呀？我不想惯着他。再说了，我是我们学校金牌教师里的 No.1， 大不了我不在这里干了，有的是学校想要我。哎，不说这个了，这个幼升小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呀？你这孩子，在国外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一声，都动刀动枪了。我跟你说，现在哪儿都不安全，就是国内好。今后别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了。这次多亏了魏哲，你跟他说一声，抽空我请他吃饭，好好谢谢人家。别洗了呗，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怎么了？哦，对了，你说的良德小学的事儿，我想了一下，还真想到了一个熟人，高校长，就是不知道人家还记不记得我了，试试看吧。不是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见过谭鑫凯了？而且还说了很难听的话，对吗？他告诉你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我不知道魏哲都跟你说什么了，但这是我的私事儿，你能不能尊重我一点？就算有什么，你应该直接来问我，而不是去为难谭鑫凯。琳琳，你知道吗？女孩子找男朋友就像再次投胎一样，我当妈的能不管吗？妈，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一个大人了。如果我连感情的事情都处理不好，那我以后还怎么管公司啊？请你信任我好吗？所以，我拜托你，我和谭鑫凯的事情你就不要瞎操心了，行吗？好啊，我可以不管，只要你幸福，怎么都好。但是我希望今后有什么事情，你亲自跟我说，而不是从别人的口里再传给我。我不看好谭鑫凯。高校长您好，您在等朋友吧？我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啊？还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吧？对的，这个您能看一下吗？违规违纪的事我不干，这东西你收回去。您可能误会了。您看，这是小乖参加钢琴比赛获奖照片，这个呢是幼儿园老师给的评语。还有，这都是他画的画，您看一下。其实小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他性格内向，所以在这次面试中表现不是特别好，没有被录取。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们学校的面试已经结束了，我就算是校长，也不能破坏学校招生制度啊。高校长，当年良德小学老校区要扩建的时候，因为资金短缺，还是达林传播资助的，您记得这事儿吧？我记得，捐赠人叫李月如，她是我妈妈。啊，其实我说这个话呀，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当年我妈妈捐赠这笔钱的时候，也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上学，也是为了那句校训：明德明理，成己成人。我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互相成全。如果小乖有了这次面试的机会，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障碍，积极地面对未来的人生，也让他知道，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有成功的机会。
我丑话说在前面，这次面试会比之前更严格。如果他还是不能通过的话，你可不能再来烦我了。谢谢，十分感谢。我现在就不烦你了，我马上走。谢谢校长。严总，你好。你怎么也在这儿？我特意来找你的。小丽氏奶粉的案子虽然没有公布结果，但是我们已经倾向选择民事公关去做，下周就签约，你就不用再费心思了。而且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对不起，我不想谈公事。我跟你说的也是私事儿。你什么意思？我们不仅是生意上的伙伴，也可以做生活中的朋友吧。我听说你女儿升学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我呢就多了个事儿，从良德小学那里为你女儿又争取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那我要先谢谢江总的好意了，但是我女儿实在是太内向了。上次去面试的时候，她一进考场就开始哭，没过几分钟就哭着出来，晚上回家还发了烧。再给她一次机会啊！我估计结果也没什么两样。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最好的闺蜜啊，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她跟我说，其实你女儿的基础很好，只不过就是有一些方式方法可能不太对，要不然给她一次机会。How are you? 你看，你就是不敢开口。你放心，我闺蜜是这里最好的老师，她一定会有办法的。How are you? Do you want to play with me? You should say yes. Yes. I can't hear you. Can you speak louder? Yes. Louder, please. Yes. Good job. So, tell me,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小乖. Nice to meet you, 小乖. I'm Cinderella. 我就说一定会有办法吧，把她交给我闺蜜，我相信突击1天之后，面试一定没问题的。Can you play with me? Wow, you look so beautiful, like a princess.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南希，今年几岁了呢6岁。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先别着急，我的朋友帮你跟我说，其实小乖的基础很好，她就是有些紧张，放不开。她只要能克服这个困难，一定没问题的。那现在请用英文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说呀。他在你朋友那儿不是说的挺溜的吗？怎么到了这儿又不开口了？咱们再等等。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Liu Nanxi. I'm 6 years old. I like to read books, play games with my mom and dad, eat apple and fish. Of course, I also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other beautiful children. I wish you could like me too. Nice to meet you too, Liu Nanxi. What is it in your hand? It is Cinderella. I wish I could be a good girl like her too. You have already been a pretty good girl. Thank you. 你看，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她这次一定能够通过面试的。我真是
怎么感谢你太好了？不用客气。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做父母的出来打拼，都是希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相信小乖长大了一定会感激你的。下班过来接你啊。嗯，工作别太累。知道了。拜拜。我认为高端干衣市场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主要原因，传统干衣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他们受80、90年代的港台影响非常大。近4、5年，中国的1线、准1线城市已经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到了干衣的好处，因为干衣是纯葡萄酿制，对身体非常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干衣和中国菜也是绝美的搭配。说得太生动了。你不当老师可惜了。这还用我说吗？你上网随便一搜不就知道了。那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只要听1遍就能记住。真的。还有事吗？有。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的问题可真多。刚才是公事，现在是私事。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人怎么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啊？是吗？你说，他们是不是都觉得咱俩特般配？裴云，你会给我带来麻烦的。会吗？大惊小怪。朱总。嘿。江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了严小慧的电话，他们决定还是将小律师奶粉的项目交给我们 DL 来做。真的呀？哎，他怎么跟艾文说的呀？前2轮比稿的时候，我们一直提的都是实景魔术这个方案，明示肯定是从第3轮比稿的时候突然提出的。艾文之前没有参加过前2轮的比稿，根本不知道情况，但这一点上，严小慧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她只要把我们和明示之前的2轮方案往艾文前面一放，一目了然。所以她做的就是说实话而已。唉，有的时候说实话也不容易呀。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好啊，那行，今天晚上我在公司组织个 party， 记得把邦尼叫上，他可是这次的大功臣。不说我差点忘了。江总，跟你八卦一下，来魏哲办公室的那个女的是谁？好像跟他很熟的样子，要不要晚上一起叫上？是他的前女友。那儿子。开始啊，他女儿有点自闭，怎么都不肯开口，把严小慧着急的。就在这个时候，邦尼从桌子上拿了一个苏菲亚，对着严小慧的女儿说：“嗨，小乖 ，How are you？” 没想到小乖还挺喜欢他的，然后就一直拿英语对话。哎呀，给严小慧激动坏了，你知道吗？都流眼泪了。邦尼，你是怎么想到带个娃娃去的？我想着是要哄小女孩嘛，刚好家里有个别人送我的灰姑娘，我就顺手拿上了，没想到还真派上用场了。谢谢你，邦尼。哎，不用谢我，这都是你们江总的主意。当然，我们也要好好谢谢江总，谢谢你的英明领导。等着拿年终奖吧。来，不好意思啊。干嘛？过去敬他一杯，给个台阶下。
我给你台阶，那谁给我台阶啊？你废话，忘了之前是谁死乞白赖求人家过来的啦？我告诉你，江南林，千万不要为了谭师兄把他给得罪了，这才是你最大的财神爷。去，江总。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氛围有点奇怪，公司不像公司，酒吧不像酒吧，不太适应。很温暖啊，这就是企业文化，你得融入进来。那天我确实有冲动，但是我并不打算道歉，因为是你干涉我私生活在先的。我也没打算跟你道歉。从我的立场来讲，我没做错任何事情，我是在为公司的利益。停！这件事情咱俩扯平了。好啊，扯平了。我希望呢，你以后能够公私分明，这事翻篇了。公私分明。我可以说点私事吗？跟裴队有什么关系啊？今天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他跟一个男的亲亲热热，然后呢又到你的办公室里暧昧不清，印象不太好吧？冲你说的这段话，咱俩没扯平，你还在记仇。楼下那个人是他未婚夫。严小慧说，是艾文把3轮比稿方案放在一起对比，他发现 DL 的3轮比稿核心亮点都是实景魔术，而我们的前2轮亮点是普通的明星邀请广告片，到了第3轮，突然画风就变成了实景魔术，所以艾文就认为我们有嫌疑。那姓谭的呢？他拿了10万块钱，还要拿这个项目利润的5%，这事情怎么办的？就办成了这样吗？说话呀！10张券，1张卡，10万块钱，1分没动，全在这儿呢。你这是干什么呀？事没办成，这钱我不能要，无功不受禄嘛。哎呦喂，谭经理，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吧？这件事不成，那咱以后还不合作了吗？哎呦，快，你快收拾，快收拾啊！谭经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具体我也不清楚啊，我还以为马上就要跟你们签约了呢。可是严总突然通知我说要把小力士奶粉签约给 DL， 我还纳闷呢。那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我没法跟袁总交代啊！哎呦，谭经理，求你了，帮忙啊！牛排切好了，快趁热吃啊！谢谢。不客气。热烈庆祝，你们拿下了小力士奶粉这个项目，恭喜！刚还说热烈祝贺，这下就叹气，到底怎么了？今儿这么高兴，就不扫你兴了？可是你不高兴，我怎么开心起来呀？没什么事儿，就是工作上的事儿。那要不然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公司有人传言说，你们拿下了小力士奶粉这个项目，全靠是我帮的忙。不是谁这么无聊啊？
我们 DL 是完全靠自己的实力拿下这个案子的，好吗？说实话，别说他们，连我都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一开始就是他们明示在暗中捣乱，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决定力挽狂澜，救危难于水火中，一出手扭转了乾坤。哈，你这么厉害啊？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严小慧呢，在为她女儿找小学的事情在头疼，我就稍稍的努力了一下，帮她女儿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我又让邦尼给她女儿辅导英文，结果她女儿又考上了。所以说他把你们之前2次比稿的方案给了艾文，这叫善有善报。他们明示从一开始就出阴招，现在拿不到案子，活该。那得好好祝贺你们击败了明示，来，同喜。大林，这次小律师奶粉的事儿，我没帮上什么忙，你不会怪我吧？当然不会啦，你要是帮我了，我才会怪你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公私分明。那快吃快吃，你也快吃啊。你把第3轮投标的整个过程再跟我复述一遍，一个人都不能少，一个细节都不能遗漏。在去飞扬大厦的路上，我给严小慧打了一个电话，跟她沟通了一下内容。然后在飞扬大厦的前台，我碰到了市场部的2个同事小汪和小苏。因为离竞标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到休息区去坐了一会儿，然后遇到了市场部的经理谭新凯。谭新凯，对，他那天是负责整个流程的主管，而且我还问他，我说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们先讲明示后讲，但这一次换过来了？因为之前呢都一直是你们先讲，所以这次调换顺序也是公平。一切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的。是谭新凯带你过去的？对，他让我们把比稿的方案拷进他们统一的电脑里面。舒总，一会儿呢，咱们统一用这台电脑做演示。等肖总考好之后，你看，你把你们公司方案一块拷进去吧。谭经理，我能不能用自己的电脑？舒总，这么谨慎啊？待会儿是我们先讲，你怕什么呀？其实我知道，在拷电脑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漏标，因为所有竞标人的方案都在同一台电脑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就有一方趁人不备，将另一方的方案拷进自己的 U 盘里。但那天是明示的人先讲，其实我这样做也就是多防了一手而已，没有多大意义。你确定那天只有谭新凯在场吗？不是，还有2个同事，确切的说应该是工作人员，一个是小刘，另一个面熟，但是我叫不上来名字。哎呀，有你刚才那些话，我心里就踏实多了。你放心，我咬紧牙，我也要坚持下去，不能让你笑话。其实呢，升不升职、当不当官，这都不重要，只要踏踏实实的看着你，勇敢的追你，这是最重要的。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了，那我得提醒你，以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得防着点儿。防着点儿。小丽是奶粉标出被剽窃那次，严小慧最后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内鬼就出在你们部门，所以你当然要防着点儿啊，不然被别人坑了都不知道。知道了，谢谢啊。哎呀，都说职场如战场，没有经历过，还真的想不到，原来这么可怕。想什么呢？哦，没有，我在想，哎，周末带你郊游去怎么样？这个周末不行，我有事情。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魏哲异父异母的弟弟搬家。因为他刚装修好房子，想让我们去暖暖房。哦，异父异母。啊，哎，那我能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啊？啊？哦，
你要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吧。其实我真的挺想跟你一块儿去的，因为我想让他们都知道我。你把讲标书的整个过程再给我讲一遍。当时是萧雅先讲的，她走了之后我才讲，我讲到一半就被艾文给打断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的方案被剽窃了。讲标书的过程，整个时间压得非常的紧，就算有人想剽窃，估计也没有时间呀。咱们再往前倒，比稿的头一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储存标书的硬盘有没有离开过你，或者有没有谁碰过你的电脑？不可能啊，我的电脑都是有密码的。而且在这段时间，我害怕出意外，每天下了班都是带着电脑回家，第二天再把电脑带回来。而且在比稿的前一天，我还是等到了很晚才去打印的标书。拿回标书之后，就一直放在我车的后备箱里。等等，你是说头一天晚上你打印过标书？是的，因为有一些公司只要电子版的方案讲标就可以了，但像飞扬集团这样的大型公司，一定是要求我们事先准备好纸质版的标书，还要指定我们去他们定点的印刷供应商那里去打印，以确保规格的统一。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查内奸。你们是飞扬集团的呀？对。上周四晚上我们在这打印了标书，你看11、12也没有，所以过来看看有没有多余的。上周四不是我值班的，是老于。老于在哪儿啊？哎，老于，老于，哎，过来一下。他们找你有事儿。老于，你好。你好，有什么事儿啊？上周四咱们打印的这个标书啊，11、12页没有。咱们还有多余的吗？哦，是这本啊，没有了。没有了？我记得那天晚上让你多打印了几本呢。哪有多几本啊？谭经理打电话交代我说，就多打印1本，我给了后面来的女的了，就再没有了呀。是谭新凯，谭经理让你多打印的1本。是啊。那女的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就说是谭经理让他来取的。Thank you everybody for coming. Bonnie 跟我说，在上海搬新房子，邀请好朋友们一起来暖房。我入乡随俗。好。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来的既是好朋友，又都是情侣。我声明一下啊，你们都是情侣，我们俩不是。我是来为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捧场的。那你们算是什么关系呢？初恋好友。初恋好友？哎，这是什么意思啊？魏哲呢是我的初恋，但我是不是他的初恋，那我就不知道了。初恋有什么好的呀？大部分的初恋最后不都沦为炮灰和垫脚石了吗？那我要不要给你这个炮灰一次翻身的机会呀？免了，咱们俩就像现在这样。保持最纯洁的男女关系多好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我觉得你们2个挺般配的，为什么要分手啊？因为我爸，你爸不喜欢他呀？我爸喜欢他不得了，那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跟他分手的。拜托你把话说全喽。好吧，事情是这样的，我爸呢第一次见到魏哲就特别喜欢他，所以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女儿呀？你们猜他说什么？他说我压根就不打算结婚。我不要面子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跟他说，那咱们俩还处着干嘛呀？分了得了。结果呢，就真的分手了。
他的话听一半就行了。林肯，什么时候能喝酒啊？没看见江达林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我喝一杯了吗？我就是你啊！来，可以，一起喝一个。来 ，3、2、1，Cheers！ 哎，你解了后啊！哎呀，这是哪个啊？黑小姐，你慢用。谢谢啊。看什么看？快帮我们俩拍照！魏老师，其实呢，我早就想找个机会，单独向你请教请教。有什么话说吧。魏哲，传播系本科毕业，法学硕士，连续4届获得最有价值独立公关人，号称不婚主义，不知道是真是假。选这个，赶紧挑，你挑。没错，我调查你了，怎么样？让别人调查的滋味儿不好受吧？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但是我没有你那么卑鄙，拿着别人的隐私到处去说，甚至还给长辈打小报告。你要对我有什么意见，我觉着你可以当面跟我说。这背后捅刀子，太不男人了吧？从你追江达林开始，就应该料到有今天。调查你，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问心无愧。但是我非常的好奇，你为什么反应会这么大呢？你是怕我查出些什么吗？我怕你查出些什么？你查出些什么了？你知道你现在的做法像什么吗？就像一个孩子，明明自己手上有很多很多的玩具，但还是把其中一个玩具让别人抢走了。你处处针对我，你是怕我威胁到你在江大力心目中的位置，怕我把它抢走。没错吧？只可惜啊，江大力他不是玩具，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没错。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所以他迟早会看出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喜欢江大力？哎，我觉得这张可以把它美颜一下啊。跟说话呢？什么？这张？你所做的这一切，如果是出于嫉妒的话，没问题，我接受。但太简单了，咱们找个地方，用男人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解决。决斗，干嘛？这个也好。不敢。好，如果你不敢的话，我劝你趁早从江大力身边滚开。而且我告诉你。今天是我求着江大力带我来的，我就是要找个机会告诉你，别在背后搞小动作，不然的话，我会对你不客气的。今天以前，我还在犹豫，我调查你，是不是我过度紧张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破坏别人的爱情？我甚至希望我调查你的结果证明我是错的，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但是你刚才的这番话和你现在的这副嘴脸，证明我是对的。我也劝你一句，要从江大林身边滚开的人，不是我，是你。魏哲，魏哲，来了。
至于决斗，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奉陪。